客官，新出的《罗山记》，师母一儿开堂审父，一世飘零，恩怨交错，父情难断呐。您里边请。两位里边请。就是这个不面女子，给我盯牢了。是。且看后边如何？一门家中，心被强盗徐能谋害，徐能是我父亲的名字，难道我爹岂有此理？戏很好，可惜儿子发现父亲不仅是强盗，还可能是害母仇人，想必是出悲剧吧。客官，且听下去。倒也不见得。人们爱看戏，正是因为在戏里，无论是多大的恩怨，都会有团圆收尾。倒是人生，比戏里更难如意。同好易得，同仇难觅。小姐若不弃，不如一同看个结果，且看到底是悲是喜。好，撤了这屏风，有烛火微风相伴，更为宽阔。小二，撤掉这屏风。好嘞。假如后我心生难定也。急了，不是悲剧，也不是大团圆，这戏没写完吗？儿子是官，父亲是匪，亲情和公义成为了难以调和的两极，结局自然难写。若是后半段真写出个儿子审老子，岂不惊世骇俗？小姐以为子不该审父，亲高于礼。我的意思是，惊世骇俗又有何不好？父子孝为大，当关终为首，无非是看他是想选择做个好儿子，还是选择当个好官。无法两全之时，如何选，都注定是出悲剧。这主角是个可怜人呐。这公子怕也是挣扎于亲与礼，才如此神伤。那若是姑娘来写呢？在公堂之上，该怎么审就怎么审。出了公堂，关上家门，就做回儿子。大道理的话都放一放，好好低声的哄几句。若是还是不行，大不了就跪个搓板嘛。那倒写成喜剧了。各位看官们有福了，适逢田仓佳节，小人特为各位看官们备下设父之戏和小小彩头，以供娱乐助兴。所附之物皆出自酒楼中，伶人演戏以为提示，各位看官皆可抢答，多中者为胜。下面有请第一题。使曲儿乘空战马，历年来满是题呀。战马，那也装不下呀。渔阳三弄，祢衡击鼓骂曹操，盖的是鼓槌。中！此等兵器识点，小姐都知道，莫非是男扮女装？巾帼不让须眉。有请第二道题。这都是钦差办，
花木兰替父从军，女扮男装需饰具红妆，盒中所装之物是花旦所用之胭脂。住！公子如此熟忍妇女私务，难道时常流连烟花之地？书中自有颜如玉。哎，我说，要不你们俩回家争斗去，免得在这儿争来争去的，是不是啊？去啊去啊，回去吧。那有什么意思？争个输赢才有趣啊！对，若就这么认输，也枉为七尺须眉了。还有没有这第3题呀？有请第3题。听错歌叫人破伤，此情泪汪汪。垓下之战，四面楚歌，楚军思乡。思乡自然要归家，盖的是酒楼菜品里的当归。住！还是这位小姐略胜一筹。公子与我一起答出，是我抢先了，承让了。小姐脱口而出的二字，却是我不敢想的奢望。心服口服。你猜这个人在想什么？输了不服气。他在想正在怄气的家人，以及许久未归的家乡。恭喜客官。谢谢。24孝图，可惜了，我是用不到了。公子，公子，是小姐让我送来的。小女斗胆摄父公子之心，不知能否得中。公子博闻广知，未输于才学，只输于家仇。若亲人尚在，何妨低头一试，恰似采衣于亲。轻点起脚尖，换上你眉眼，往后的心也都不必虚言。披一身霜雪，面具遮容，半息之缘，他竟如此通透敏锐。世子，大帅基地，福鼎飓风来袭，需速归救灾。香囊球。女子用物，世子刚刚是……别胡说，我去看戏去了。大概是与其他客人并行时挂上的。此番悄然离军，不宜暴露行踪，还是丢了吧。女子私物，被人捡了去，且不招惹是非。等日后再见时，我亲自还她。对了，将此灯转交给我父亲。半个时辰后，一战即合。
完事别带他回去，你们最近先离开这儿，避避风头。是。走走走走走。庞坤白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当然是要好好疼疼妹妹呀！你怎么？你怎么？就让我好好让你疼疼吧，上！没想到关心关出一出好戏，有意思。姑娘饶命啊！我们也是拿钱办事啊！有功夫不用在正道上，欺辱女流，毁人清白，杀了你们也不冤。大英，都是妹妹，误会啊！我也是被这帮贼子打晕带过来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别动，我会对你负责的，我会对你明白正确，绝不让你遭人非议。闭嘴吧你！我在家宴上看见你和王映雪对眼神，我就知道这宴席一定另有所图。我派人查过了，你是王家的内侄，你们就是打着名节为大、人言可畏的狗屁算盘，以为小姐会吃你们这哑巴亏？小姐10几年挣下的私产就成了陪嫁，入了你们的钱袋子。我倒要看看，闹到官府，是我派人编排，还是你们王家怕官民扫地？带走。快滚！小庄周，看来祖母将你照顾得不错。原是一逍遥隐士留下的话本，说是要留给有缘人。想来你就是那个有缘的小庄周了。圆通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既然说是自己人，那放走庞坤白那无赖做什么？你是在帮我演戏？姑母，姑母，你这，姑母，完了！你这是怎么搞的呀？哎呀，你个7尺男儿，还带着人，怎么被一个小丫头搞得这么狼狈啊？姑母，他早有防备，我们被算计了。真是废物！夫人，不好了，四小姐带着官兵来了！啊！赶紧去偏房里，赶紧去躲一躲，快去！夫人，您这儿没事吧？我这逛花灯被匪徒给劫了，就连同府衙的王捕头一路追赶到这儿。我这一看，这不是自家的宅院吗？这可是豆腐啊，匪徒怎敢进来？真是笑话！王捕头，人在这儿。大胆！这2个孩子本来就是一家，哪来的野小子在这乱摇？王夫人有礼了，我叫季勇，是崔老太太的远房亲戚，是我报的官。季公子可是新晋解元，把人带走。哎，放开！哎，姑母，姑母，姑母救我！姑母！夫人，自家的白眼狼咬人才疼呢，还是说这是你的主意？你，哎，事关重大，事关重大，我这就去请五爷和七爷一同去官府，有什么误会都能说得清楚啊。哎，不行，这五爷和七爷现在已经睡了，就不要劳烦他们2位了吧？啊，你演得不错啊。若你直接去报官，官府碍于王府和窦府的官威，怎敢受理？抓到现行就不同了。王映雪向父亲、向王家如何交代，都够他头疼的了。荒唐，简直荒唐至极！他就是个远房的侄子，你宁可信他，也不愿意信我。绑架这么大的事情，竟敢如此冤枉于我！你亲侄子转头控诉于你，这还能有假？我真是想不明白，
你以前是一个多么善良隐忍的女子，如今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老爷，究竟是我变了，还是你变了？以前，无论旁人如何奚落我，你都会爱我、护我。可不知从何时开始，你我之间再无斗郎映雪之名，只有老爷夫人之分。自从分房以来，你就认定我是个恶人，只要那窦昭遇到任何坏事，你都会算到我头上。哎，我就事论事，你不要扯旁的啊！那不是旁的。我知道你放不下古秋姐姐的死，所以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我头上。16年了，那窦昭他尽过孝吗？可是我王映雪，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官场上，我都为你们窦家倾尽全力。你还要让我怎么做？你干脆休了我算了。映雪，映雪，我也不是这个意思，但寿姑她确实受了委屈。爹，娘，姐姐让人备了马车，马上就要走了。明儿，你娘让花粉迷了眼睛，你帮她擦拭一下啊。是。娘用心持家，父亲心里是清楚的。我知道。可是他一向偏袒那窦昭，如果我今日不闹这一出，这根刺如何拔出来？父亲渴望家庭和睦，娘何不大度些，与昭姐姐祖母缓和一二？我才是当家主母，凭什么向他们低头？你脑子被驴踢了。他一日不嫁，你就不能议婚，他的那些万贯资产就应该拿出来给你当嫁妆使。嫁妆多些少些，成亲早些晚些，明儿其实都不在乎。糊涂东西！我这辈子没给窦家生个男丁，我就只能做个恶人，一辈子争下去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你被养成了这么个窝囊废，也不知道我争来争去究竟是为何。早知今日，当初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你交给别人教养。娘，女儿确实没用，可女儿着实不愿娘为我冒如此大的险。放银子钱是朝廷明令禁止的，娘这些年和草莓帮那些刀头嗜血的人……闭嘴！这些事情怎么能从你口里说出来？哭，你就知道哭，哭有什么用？女儿明白，可是女儿控制不住，女儿没有。明儿，既然你知道哭没有用，就全部都要听娘的。你记住，这嫁妆、门姻还有名声，都会影响你的婚事。如果娘今日不争，那日后你只能过上如履薄冰的日子。你连哭都控制不住，更不要说以后为人妇的困苦，你怎么受得了呢？寿姑，寿姑，是为父忽悠不周，这一切都是为父的错，为父一定会弥补寿姑的。不是父亲的错，是我本就不该再有所期望。
西川名菜牡丹鱼片。这个牡丹鱼片的做工这么复杂，在京城的饭店里面都很难吃的。寿姑，谁教你做的？那我先尝一口。表姐，这是做给季建明的，你先吃不合礼仪。那好吧，也不知道他吃不吃了，还给他做了千丝万缕虾。表姐，你怎么？姑姑，你在那忙半天做什么？我图吉利，做了个甜点，金玉藏针。看起来不错，也不知道这个季小哥哥怎么想，放着好吃好玩的京城不住，偏要住这田庄。对啊，赵姐姐，你快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和他第一次见的时候是在儿时，在万福寺。身子病成这样，不必还乡，可以还天了。快走，胸中藏疾，互为因果，天机靠你们改变了。这季小哥哥谪仙般的人物，当和尚也太可惜了，也不知道他做不做赘婿。赵姐姐，你们发展到哪一步啦？我都跟他800年没见过面了。那你还给他做牡丹鱼片，我都没尝过。就是，下次做给你吃。四小姐，老夫人的头风病又犯了。大夫，祖母现下如何了？常年累月积郁的头风病，急不得的，你就按照我开的这个方子慢慢调养即可。谢谢。在下先告辞了。庸医，你说谁是庸医？你答应说谁了？你庸医，庸医，庸医，老夫不跟你这黄口小儿计较，告辞。你们呢，就按照那庸医的法子来治，神仙难救。呸呸，别说不吉利的。怎么，好话就能救人了？把老太太衣裳全脱了。你能救对吗？病根是气郁，堵在中脘、太冲两穴，一个在脐上，一个在足背，必须脱衣下针疏导。毕竟男女大防，要不咱们还是找个女医吧。女医本就嫌少，祖母现在水米不进，拖不起了。祖母，人有命数，可能是时候到了。我就奇了怪了，这是能治的病却不愿意治。若都讲礼数规矩，这世间还要大夫做什么？老太太，难道这命不比那些劳什子规矩重要？祖母，于医者而言，无分男女，只是病人。寿姑不愿因礼教之防失去至亲，您就当做是为了我，试一试吧，祖母。寿姑，寿姑，祖母终于把药喝下去了，我再去给她盛点白粥。好。这几日莫做荤腥和发物啊。好。多谢。小问题。谢谢你啊，祖母终于睡下了。一时安稳，未必长久安稳。老太太心气郁结，是忧思不舒所致，病根不解，活不久长。祖母心中一直有一块大石头，她不愿说，我也不知如何解。她不想解，那是她的选择。人终究会死，你好好陪她便是了。你这一记眼刀，是想骂我狼心狗肺、冷漠无情？我只是不知你为何将生死看得如此随意。我爹说我天生情窍不开，
情感淡薄，从小到大更是一滴泪没流过。4岁时，他病重，便送了我这支千里镜。他说他会化作星辰，于是我夜夜直进观星，将天文历法烂熟于胸。可是我知道，我寻不到它，因为人死后只会化作尘土。人都会死，生也死之徒，死也生之始。对，重要的是如何过活。小庄周，你想怎么活？其实我没想那么多。人生在世，能活一辈子已是不易。若能活好一辈子，那便是说，若还有余力，就帮帮身边的人，足矣。这么小的愿望便知足了？你呢？不想入佛门了？幼时是我体弱，才寄养于佛门，也随着住持学了医理，小医治病，大医治国，做一做一朝首辅，那才有意思。我查了300年来内阁大学士的生平，层层晋升，苦熬资质，匀算下来，至少也得50年才能熬到2品，太慢了，不划算，我得另辟蹊径。做首辅哪有什么捷径啊？除非做宁臣贼子，也是好法子啊！还是与你说话有意思。待我赴京考个状元回来，与你再议。你赴京之前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我想向你学习医术。纵然人与人总会有分离的一刻，但我还是想尽力让相聚的时间久一点。还可以。这纪晓哥哥和寿姑天天私会，定是动心了，懂不懂？赌就赌，一鸡一鸭，真是的。来吧。金鱼母鸡解剖的不错，但还是得试试人参。今晚我们去乱葬岗。好。乱葬岗也能谈情说爱，我输了。基友，基友，基友，基友。当初让季建明来田庄，就是给寿姑相看相看。还是老夫人英明啊！你看他们俩多般配呀！哎呦，一个没心，一个没肺，是挺搭配。哎呀，只可惜开不了花，结不了果呀。记得常温1点，待我归来，若荒废了，可得挨针。好，但若你落榜了，也得挨针。可这不落榜，未免也太容易了。若我没考上状元，随你扎。这国超陈科，我已切脉断明。我听说官越大，越难治事。成为名垂青史的名臣，未必有趣。各地官员揽政只是标，各朝官制积弊才是本。若自上而下精简整肃，即可省白银万两，山河才可焕然一新。走了。才学一笔，又心怀壮志，可为何梦中的他又会削发为僧？阿弥陀佛。文昌亚子未后生，敢教仲尼属星辰。终宁恩仇谈笑去，青竹黄花尽法身。
如今定国公就在府厅赈灾，官府已经没有余粮了。这几日咱们还是少出来吃酒。怕什么呀？不，那宋墨呀，跟活阎罗下凡似的。听说呀，只要被他盯上，审问一二，贪了，总能查出罪证。没他，不管是皇亲国戚，还是巨贾官商，他都照查不住。宋墨，敢抄我们唐家，你知道我哥是谁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们唐家八贤掌控着府厅所有的盐务、实况、漕运，我们整个唐家都不会放过你的。还有谁？放肆！好好唱你的戏，你一个戏子竟敢上客人的桌！定国君，宋将军，宋将军饶命！宋将军饶命！一票我分了一半，放我一条活路。行，那4只5灶，我也给你留一半。将军明察，我等贪污的赃款都在这儿了。够留全尸了。若不想死，就说你们府上藏的私粮何在？请国公3思量，让太子复地赈灾，那是圣意亲旨。国公虽是善意，可这扶逆圣意的话，咱家实在是说不出口啊。丁公公，数万百姓危在旦夕，哪里还等得了千里之外的皇亲过来摆戏台？他们知道每日要饿死多少人吗？本帅已经自行开库救灾了。国公，照我说的回，有事本帅来担。大帅，少帅用缴获的胎银在临县买到了粮食，已运往周鹏去了。好样的！我得去看看。老夫人，你让我去看看，没事的。这么大的雨，祖母，哎呀，手工，您这身体刚见好转，可淋不得雨啊。哎呀，我坐不住啊！下这么大的雨，我们备好了粮，这地基房顶都修缮过，可他们哪受得了这么大的水啊？这普通的茅草屋定会塌的，那些佃户不得流离断炊啊！祖母您放心吧，我正准备和佃户工匠一起修渠派粮呢，定会宝箱里香清无恙的。您就安心留在田庄，分拨调务。妥娘，你陪着祖母一起指挥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四姑娘，你放心吧。守姑，你可得小心呐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要小心。别抢一个个来，不要挤啊！红区，都有。一个一个来啊！下一个。别挤啊！都有，一个来啊！哥哥，这簪子为何是白色石头做的？它挂着石头在头上，不沉吗？你看，摘掉就不成了。不管它是干什么，可以换30斤米，你和你爹娘就不会饿肚子了。拿着吧。谢谢哥哥。小心点！快出去！小心！
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少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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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帅。你是谁？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怎么是你？你我还未相认，你不能死。少帅醒了，醒了！少帅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！醒了就好，我去通知大帅。哎，少帅，3日前，少帅头部被硬物所伤，汤药、针灸都试过了，就是醒不过来。万幸，大帅见到此物，将其点燃，没想到真有奇效。君夜，这是什么香？安息香。传闻杨贵妃死后，玄宗夜不能寐，神思昏聩，唯靠此香入睡，可蒙故人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少帅是梦到心上人了。闭嘴吧你！他救了我一命。大帅呢？大帅昨晚在你床边守了1个晚上，天还没亮呢，就赶去检阅刚修好的海堤了。哎，今年天象真是奇得很，多地连下暴雨，金门卫、真定也受了灾。真定，来不疼。哇，不过还有，来，这个。哇，谢谢，多谢。吃个馍馍。谢谢姐姐。吃吧。谢谢。来，吃个馍馍啊，来拿着。谢谢。怎么样了？你给他们分发一下。谢谢你了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深夜叨扰，我主姓梅，南方商贾，行经此地，望借宿一晚。小姐醒了。什么时辰了？刚过1时3刻。小姐，有一行商贾来庄上投诉，为首的自称梅公子，可我看一行人个个虎口生剑，行不无声的。陈先生遣人来了好几次，问小姐醒了没有。
快去请陈先生过来。他们围住了庄子要处，是要屠庄灭口了。协英是为了相商两全之法，要厮杀还是要相谈，都由世子定夺。四小姐远离朝堂，怎会对定国公安如此了解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